很好，想必道友身为突兀圣女，也不会做出出尔反尔的事情。胡师弟马上就发出传音符，召集本宗在进京的所有长老弟子，全力搜寻此人。这人既然去了访视，大拍卖会一定会参加的，这是我们抓住此人的最佳机会。不过一切都要在暗中行动，不要惹其他宗门修士的注意。历届弟子千万不要和此人动手，几位长老若没有聚集一起，也不要贸然出手。拿下此人，其实将他引入法阵中一起出手，才是最妥当的。葛天豪一转身，向另外一名阴罗宗的男修如此说道：房宗主那边是否要通禀一声？毕竟四长老当初可是他派出去猜陨罗的。自从上次修补阴罗幡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并且还出了四长老的事情，房宗主已经让大长老他们极为不满。听说他现在正在闭关炼制一件厉害的宝物，就算现在立马赶来，也无法赶在拍卖会上。不过倒可以先发传音符给他，若是我们这般没有拿下此人，倒是可以借助他们这些的人共同对付此人。葛天豪犹豫之下也是点了点头，于是仔细商量一番后，几人当即架起遁光离开此地。当然为了怕引起凡人骚动，他们在一升空就立刻隐匿了身形。虽说进京有禁止修士飞行的规矩，但像阴罗宗这样的大宗派修士根本就没有将其放在眼中。同一时间，韩立正走在20余里外的一条行人较少的街道上，用神识探查袖中的小老头储物袋，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可真不少，还真是花费了心思辨认了一番。突然间脚步一顿，韩立脸上一丝亚色闪过。怎么，发现了什么？就是什么，好像从未见过。韩立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一个6、7寸高的细长玉瓶，通体碧绿，精致异常。伸出一根手指，在瓶颈轻抚2下，一股针刺般的冰寒从指尖处传来。韩立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惊异，随后他单手托起小瓶，轻轻晃了晃，里面隐隐传来液体流淌的声音。韩立眉梢一挑，难道里面是什么灵液？不过这瓶中液体有些古怪，竟然连神识都无法渗透其中。想知道是什么，回去后仔细鉴别下不就知道了。这里是凡人街道，可先别慌打开，省得弄出什么乱子来。这我自然知道。韩小子，你既然暴露了身份，以后在进京可要多加小心了。阴罗宗和天蓝圣女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估计他们也会猜到你会参加拍卖会的。没关系，我可不相信这里还有第二个能看破幻术的灵兽。只要尽量躲开进京中的元婴修士，应该不会有大问题。这次拍卖会是凑齐所需材料的唯一途径，即使有些危险，我们也得冒险一试。这倒也是，不过这一次既然是为了魁偶收集材料，若是真有危险了，老夫会破例像刚才那样战斗，用大眼诀的精神刺神通助你一臂之力的。多谢前辈了，有前辈此言，晚辈可就放心多了。1个时辰后，韩立像凡人一般慢慢地溜回了道观，在和观主悠然地闲聊一阵时间后，才不慌不忙地走回院子，随手将屋子四周布下了数个临时法阵。韩立这才将那碧绿小瓶重新取出，放置眼前端详了一遍。半晌后，他抬起一只手，一把抓住了玉瓶盖子，灵光闪动，瓶盖被轻巧拔出，顿时一股寒光从那瓶中激射而出，同时整间屋子温度骤然急降。以韩立这般修炼过紫罗极火的寒宫修士，被这寒光一照之下，也不禁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韩立心中一惊，周身蓦然冒出了一层紫焰，寒光一碰之下，立刻被紫焰排斥在了外面，而整个屋子在寒光扫过之处，直接凝结出了厚厚的冰。若非屋子早就布下了数层禁制，寒气恐怕会直接渗透出屋外。看来这寒光虽然没有紫罗极火这般厉害，但极寒程度竟也似离前蓝冰焰不远的样子。这是什么鬼东西？韩立大感兴趣，
用紫焰包裹手掌，抓紧小瓶再轻轻一晃，顿时又一股寒光喷出了瓶口。他目睹此股寒光在半空中散开，让屋子更加冰寒了3分，终于将那小瓶挪至了眼皮子底下。目光一扫之下，瞳孔中蓝芒闪动，透过那白蒙蒙的寒气，瓶中隐隐有刺目银光闪动的样子。这个好像是……你从瓶中倒出一滴出来，用玉盘小心地接住，让我仔细看一下。韩立心中一动，二话不说，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玉碟，另一只手则握紧小瓶，手腕微微一抖，一滴银色液体从瓶口中稳稳落下，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滴入了瓶中，竟直接化为了一粒米粒大小的银珠，滴溜溜的在碟中转动不停。大出乎韩立意料的是，这颗银珠本身没有散发出寒气，看起来实在普通。果然没错，真的是万年冰玉中才能孕育出的寒髓。万年冰玉我倒是听说过，寒髓是什么东西？似乎很珍贵的样子。寒髓本质上是我们最常用的炼丹炼器材料玉髓的一种，只是这种寒髓只生长万年玄玉之中，世人根本无缘得以一见。我若是没记错的话，此东西好像只有大晋西北的北叶极宫中有这么一小瓶，当作世代相传镇山之宝的。此外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哪里出产此物的。对了，你已经炼化的那颗血晶珠其实就是万年玄玉炼制而成的。如此稀少，这东西应该有一些特殊之处吧？何止是一点点特殊，这东西对我们修士还好，大多数只是当成了炼制法器丹药的顶阶辅助材料，但若是落到了妖族之中手中，却是能够为之拼得魂飞魄散而不息的。这可是妖兽经历了化形雷劫的绝佳保命之物啊！妖族的化形雷劫？不错，这世间高阶妖兽数不胜数，但是能到7级顶阶还安然度过化形之劫的却是寥寥无几。毕竟天雷之力原本就对大部分妖兽都有克制之力，雷劫对他们来说和死劫也差不多的。而渡劫妖兽事先服下一种寒髓所化的银珠，在炼化后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大大减弱雷电之力对妖体的伤害。你说这种寒髓对这些妖兽是否珍惜啊？不过修仙界知道此物的人类修士并不太多。那北叶小极宫因为修炼的寒属性功法非常奇特，我当年游历大晋时也曾经和他们宫中的高阶修士争斗过，故而识得此物的。而且据说每隔1000余年，大晋境内的一些高阶妖兽便会秘密聚集到小极宫所在的北冥冰岛，拼命攻打北叶小极宫，为的就是能够强迫宫中的修士交出一些寒髓出来。有这样的事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有寒髓，他们渡化形之劫10有8九也是死路一条。若是侥幸得到一滴寒髓，渡过雷劫成功几率立刻大增，怎会不尽力的？况且每当这时，万妖谷的那几个老妖怪也会主动牵头此事的。即使攻打失败，这些妖兽也不会有什么大损伤的。只是北叶小极宫传承某上古大神通修士，几座自上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禁断大阵都非同小可，特别此岛地处天一元脉的寒眼之上，方圆万里的冰寒刺骨的寒气更能杀人于无形。没有修炼过寒属性功法的妖兽一入此岛，灵力几乎大半都要用抵挡寒气的侵袭，根本无法全力和北叶小极宫的修士争斗。故而虽然妖兽每次都气势汹汹的过去，但却从未真正的攻克过北冥岛的。不过此灵液如此珍贵，那名灭在您手中的家伙如何得到的？你看看这小瓶是否有什么特殊标记？标记？这小瓶底部有个雪花状的花纹，不知算不算标记？那就没错了，这正是北冥岛的标记。看来此瓶就是小极宫那瓶寒髓了，但它竟会落在这么一个元婴初期修士手中，就这么随意的放进储物袋中，倒有些奇怪了。这世间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说不定此物被什么人从北冥岛偷盗出来，或者干脆就是北冥岛自己的修士携宝叛逃，后有巧合的落入此人手中，那这些都有可能。倒是你刚才说此寒髓对我们修士来说只能当做炼制法器和炼丹的辅助材料，
若是如此的话，北叶小极宫的修士又何必为了此物历代和众妖兽对抗，直接交出去不就行了吗？大晋一些知情且对此有疑问的修士早就有了，但小极宫对外的说法说是为了遏制修仙界8级妖兽以上的存在，好能保持大晋修仙界的稳定，否则这小小一瓶寒髓就足以催生出数十名8级妖兽出来了。这股力量足以打破大晋几脉势力的平衡，从而惹出大乱的。不过这种说法也就能骗骗一些普通人而已。当年和老夫斗法的那名小极宫修士地位不低，好像还是一位副公主的样子。因为他出言不逊，在斗法失败被我击杀后，我用搜魂术好好招待了他一番，结果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有关寒髓的密文。密文？不错，要不是见到这寒髓，老夫也早已将其忘却的差不多了。这件事情大概除了北叶小极宫的几名高层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的。其实寒髓除了可以当炼器炼丹材料外，最主要的功用却是炼制上古秘术回阳真水的主原料。回阳水就是那可以白骨生肉无限修补肉体的秘药。不错，据说不管躯体受了多重的伤害，哪怕已经是4分5裂身首异处，只要用此灵药撒在伤口处，都可以瞬间恢复如初的。甚至一些典籍中还说此灵药有起死回生的逆天神效。当然这些都是传言，谁也不知道真假，但是有一点却是所有典籍公认的，那就是回阳春水具有延长修士寿元的奇效，而且足足可以延长普通修士1/4的寿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吧？这代表可以让一些结丹后期的修士有机会晋级元婴期，元婴后期大修士他有可能进入化神期。当然，这寒髓只是炼制回阳春水的一味主原料，若要真想炼制出此水来，其他原料也就算了，那身处万丈熔岩下的太阳精火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用此物淬炼的寒髓，才能称得上是阴阳调剂，能够炼制出回阳春水的，否则只是白白糟蹋了此物。太阳精火，这东西上哪儿找去？不要说普通修士能在那万丈熔岩之下支撑多久，那万里熔岩中，那形成此火的几率又有多大？那太阳精火一旦形成，就如同成灵，根本在岩浆中来去无踪，如何捕捉？况且就算有了此火，没有回阳水的配方，也是枉然的事情。